今天我们带来1740新镜头的开箱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最近很想买镜头，但是镜头呢没有很合适 RF 口的头啊，适合我 EOS R 的头的这种镜头是很少的。最近呢，大家也知道啊，装民宿搞得比较累啊，我现在经常拿着 EOS R 加1535的这个头去拍摄，特别的沉。90D 也卖掉了啊，然后现在也没有很合适的其他的拍摄设备了，只能用 EOS R 来将就一下啊。然后今天我们就去买了一个新的1740的头。大家都知道啊，我原来没有用过 EF 的红圈啊，我直接就是后来直接是用的 RF 的红圈头。我觉得啊还是比较便宜啊，我拿到手的价格可能4000块钱不到。然后买它主要是干什么用呢？给大家说一下，就是我最近啊肩膀比较疼。所以说觉得用轻一点的镜头啊配 EOS R 会稍微好一些。它的重量比1535这个头啊 F1535这个头要轻了大概500克，也就是说将近1斤的样子啊。所以这个头还是比较轻的，但是效果啊，之前有很多人说过，它的效果也不是特别的好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想给大家测试一下啊，我们新买的这个1740的头啊。它的视频效果怎么样？现在啊，我们从1535啊 RF 的1535换成1740，我们来试一下啊，这个效果怎么样？这就是1740的镜头的视频感觉了。我们现在把 ISO 调一点啊，因为刚才它的。因为刚才它的光圈是小的啊，我们这个1535的头的光圈稍微大一些。1535头非常沉，大家能看到吗？非常沉啊，每天跟举着一个杠铃一样啊，天天在这儿练。这就是 EOS R 配上1740啊 EF1740 F4 光圈啊，这个视频的效果还是不错的，能看到吗 ？RF 一个是接口巨大啊。接口是巨大的，另外一个 RF 的头也非常的沉，也非常的贵啊！这一个头能买17405个。1740这个头啊，为什么买呢？一个是它会比1535稍微轻那么一点点啊，然后用起来啊轻大概1斤左右，这样利于我平常啊，尤其是在我们装修完之后啊，胳膊比较酸痛的情况下。拿着 EOS R 去拍视频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今天我去买镜头的时候啊，佳能店的他们这个员工啊，已经成功的把我阻止掉，重新再买一个90D 的这种行动了啊。我是一直想再买一个90D 啊，因为之前为什么出掉呢？后来我想了想，可能我没有舍得买红圈，所以才有可能啊造成了我们90D 啊拍摄效果不是特别的好。但是当时啊，我挺后悔的，没有把1740买到啊！如果1740买到的话，那其实当时的时候啊，它就可以相当于一个2470的标头来使用。觉得在残幅上，1740将来还会有很大的空间。如果将来我再添加一个佳能的残幅机器的话 ，EFS 啊这种，比如说90D 的这种单反的话啊。1740放在那上面，它的等效焦距会变成2865，这样相当于我买了一个接近2470焦段的那么一个 F4 光圈的红圈，我觉得还是非常实惠的。再另外一点啊，还是佳能店员工跟我说的啊，这个头呢，如果你将来不喜欢的话，你卖掉它不会亏很多钱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非常了解我们的啊。这种头1535这种头是很贵的啊，当然我也不会卖的。1740这个头现在对我最大的一个缺点就在于什么呢？它没有防抖，虽然重量比较轻啊，但是它没有防抖，只能定点的拍摄，可能手持的稳定性啊，可能不是特别的好，画面可能将来也会晃动的比较厉害。这就是1740啊，加了转接环之后，在 EOS R 上的一个视频的表现啊。
今天这个箱我就不给大家开了啊，然后我把它拆开之后，我拍了一个视频。这个箱子现在已经放到我的地下室去了。这 EF 头呢，将来会有2个作用啊，一个是如果我们添加一部佳能的单反的话，比如说90D 这种残副机器的话，它会变成一个2470的标头，对于我们来使用啊。第二个来说，如果我们继续加上转接环在 USR 上使用的话，它会比我们1535的这个头会轻一些，对我们日常能带出去啊，比较便携这种携带啊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好吧，今天就是1740啊这个头的开箱了。我们现在把1535换回来啊，我们成功啊把1535换回来了。这就是今天1740的开箱。2020年了啊，还有人在买10年前研究出来的头，这就是我。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啊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